还是传进了真假千金的狗血团宠文，而我就是那个最终被全家虐死的真千金。我被温家人接回来的第一天就出事，还是温宁这个假千金救的。宁宁，快送医院！别看是温宁救的原主，这场车祸根本就是温家人设计好的，目的就是为了道德绑架原主。我打死你这个小逼鸡！魏莹，你闹过了没有？宁宁为了救你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你回来干什么？你怎么不死外面？够了，魏莹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本来我还想着过2天对外宣布你的身份，并且把公司5%的股份转给你，但是宁宁为了救你，现在变成了残废，所以我决定把原本给你的股份转给她，并且对外宣称你才是温家的养女。温莹，以后你要好好的弥补宁宁，这都是你欠她的。哼，真当我像原主一样好欺负啊？魏莹，你疯了吧你！魏莹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宁宁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扒了你的皮！宁宁，伤着了没有？我知道姐姐心里对我有气，毕竟是我抢走了姐姐的东西，我不配待在这个家里，我这就走。宁宁，要走也是那个野丫头走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早已把你当亲人了。是啊，宁宁，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们早就把你当成唯一的宝贝女儿了。好干哦，好像我真千金才是外人一样。你们说，要是姐姐知道我装残废骗她，不会怪我吧？她敢！我们制造车祸也是为了你好，只要你救了她，我们再对你好，她就不会有什么怨言。你这是什么时候录的？拿过来！为了一个养女，你们不惜陷害自己的亲生女儿，真是什么畜生都能当人了！温莹，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考虑你的感受，是怕你吃宁宁的醋。哎，停！你莫在这里惺惺作态了，我听到都快吐了。魏莹，你怎么和妈说话的？既然你已经知道真相了，就给我老实做你的温家养女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呀，大哥，你这么会维护你，你该不会是喜欢她吧？咦，你好变态呀！别乱说，温宁她是我亲妹妹。亲妹妹也是妹妹。你闭嘴！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！明星爸妈、绿茶妹妹、变态大哥，这样的家我不待也罢。让开！小姑娘，等等！有兴趣当嘴替吗？1个月100万。要不是霍夫人给的实在太多，我才懒得来给霍主任当嘴替。我是万华集团董事长沈玉娇，只要你愿意给我儿子霍崇礼当嘴替，月薪100万，年终奖1000万，再给您个平层当住房，公司还提供7险2金，要买20年，公司直接给你养老。那个当嘴替需要陪金主睡觉吗？我们呀，这是正经公司，之所以找你，是因为你的嘴巴太能说了。我儿子嘴笨，我这个当妈的呀，就想让你在我儿子被骂的时候，给他骂回去。行。
崇礼哪是嘴笨呀，他根本就是有病。只要他情绪一激动，就会变成结巴。为了掩饰这个毛病，别人骂他从来不敢。回来呀！别跑呀！让他们家破产。是。别跑，干死你！别跑呀！只为暗戳戳的把人搞破产，要不怎么说霍崇礼是书中的大反派呢？阴湿、偏执，还占有欲极强。为什么？崇礼呀，星爷可是你堂弟呀，你得救救他呀！我救不了他。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大嫂，你可来了呀！你求求你，你得救救星爷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呀！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是让二叔自己说吧。哎呀，大嫂，星爷的酒后飙车撞死了裴家二少，人家对方一口咬死要让他去坐牢啊！你可处理，想办法，千万可不能让他坐牢。一坐牢，这辈子就毁了呀！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让我们怎么帮？我不想坐牢啊！我就知道，你表哥的事情，让我都是有一句话的事啊！不是，帮不了，做错的事情就要接受惩罚。我霍家不做犯法的事情，我救不了你。霍崇礼，星爷可是你亲堂弟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去坐牢啊！你啊，不就是撞死个人吗？多大点事儿，你又不是解决不了啊！你咋就这么狠心呢你啊？这些年要是没有沈玉娇和霍崇，霍家早就破产，哪儿还轮得到霍家二房在外面狗仗人势？现在不帮他们擦屁，反倒是霍崇礼的不是了。大嫂，星爷可是我大哥的亲侄子呀！我大哥如果还在的话，绝对不会不帮星爷的呀！完鸟！当年霍家突遭大难，霍家家主也就是沈玉娇的老公霍江涛、霍崇礼被绑架，最终以霍江涛失踪，霍崇礼被救收场。这霍家老二搬出来他大哥沈玉娇这个恋爱脑，肯定不会不管的。崇礼，要不你帮帮你弟弟吧？下不行，你是谁呀你啊？我们霍家的事，那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在这掺和？老二走，酒驾撞死个人还不以为然，口气挺硬呀。怎么，嘴巴看偏了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敢这样跟我说话？这个问题嘛，你可能得问你爸。我确实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要是没有你大嫂跟你大侄儿，你们连在这儿狗仗人势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什么你啊？你儿子犯错，你让你大侄儿给他擦屁股，怎么着？你儿子是没爹还是没妈呀？啊，你还是想把霍崇礼一起拉下水是吧？这场车祸根本就是霍家二房联合裴家在算计霍崇礼，一旦霍崇礼答应救霍星野，他们就会反咬是霍崇礼撞死的人。你放屁！你到底什么人啊？你霍家的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在这说三道四？你敢在这撒野？大嫂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啊，我们霍家的事轮得到外人在这说三道四吗？啊，他是我给崇礼招的助理。助理？你这个助理都能排到我头上？大嫂啊，咱们霍家还讲不讲规矩了呀？你们也配讲规矩啊？别以为大家不知道，你们背着霍崇礼干了多少为非作歹的事情。够了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现在的事，我会想办法。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哥。等等。
二叔，你们走吧，你的事我帮不了。霍少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眼睁睁的，你这次不就我你事儿？我让表哥，杨书记，不是你敢？霍少林，我这是你二叔。哎。 你敢！我不是霍少林，交给我！放开我！大嫂，大嫂，表哥！喂，去帮我调查一下霍星野撞人的事。你跟我过来。霍星野撞的那个佩加尔少，的确好像在做春会之前就已经去世了。这种机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我说我是不小心听到的，你会信吗？你还知道什么？那我可知道的太多了，就是不知道猛地告诉霍崇礼书里隐藏了300多章的真相，他能不能接受？怎么？还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吗？算了，反正都已经站在反派这边了，还是告诉他。那我告诉你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说。其实你的父亲并没有失踪，而是整容成了另一个人，就是现在的裴家家主裴云天，这也是这次设计车祸陷害你的幕后元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出轨了秦家大小姐秦婉，并且他们早就生了一个私生子了。只不过他惧怕你母亲娘家的势力，所以才策划了一起绑架案，既可以假死同生，又可以转财产。废物！周爷，我拦着他呢，你快跑，快！不是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去找一下裴云天，然后跟他做一个亲子鉴定就可以了。我一直以为是我害死了我爸。这么说，我二叔跟小姑已经跟他相认了。这次车祸就是他们联合起来所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年裴家一直都在走下坡路，已经从南城的第1豪门变成了一个3人下五族。那裴云天呢，自然是不甘心的，于是他想重蹈覆辙，他想重新掌握霍氏集团，但是你就是他的最大阻碍。霍崇礼，你还算个人吗？星爷可是你的弟弟，你居然狠心看着他去坐牢！早知道你这么冷血无情，当初死的那个人就该是你！霍崇礼，你小姑，你想怎么样？星野撞死的毕竟是裴家二少爷，我听说裴家想要我们公司的无人机专利技术，只要我们把无人机专利技术给到裴家，他们一定会签下谅解书的。霍氏集团的无人机是全世界最好的，每年带来的利润都是天文数字。霍江西竟然想把霍氏集团最赚钱的东西让出去。崇礼，反正霍氏赚钱的项目那么多，给他们一个我们也不损失什么，只要别让星野坐牢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小姑，
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算了，还是我上吧。霍总，别说话了，让我来。你还真是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没什么损失是吧？好呀，没什么损失，你去找裴云天啊，你去让裴云天原谅霍心野啊。反正他有2个儿子，没什么损失嘛。我什么我？你要是见不得霍心野坐牢，那你让你自己儿子去帮他呀。你还挺会道德绑架的，你怎么不去绑架裴家人呢？你在这儿绑架我们，我看你这种人啊，出去也是蹬3轮车卖叫花鸡的货色。你看你呀，真是土狗打饱嗝，屎吃多了。你，霍崇礼，你就这么看着他羞辱你小姑吗？你还知道你是我小姑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说霍心野撞死了人，可我怎么听说裴家2少爷在被撞之前就已经死了呢？小姑，你要给我一个解释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听谁说的？监控都显示是星野酒家撞人的。我这有裴家2少爷的死亡报告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小姑，你要知道，你是霍家人，要是让我知道你连起外加的算计我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。崇礼，我也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也希望这件事情跟小姑你没关系。你就让他们那么随便的走了，他肯定会去找裴云天的，到时候他们再联合在一起算计你怎么办呀？现在该害怕的是他们。大哥，不好了，我们的计划被霍总理那个小崽子识破了。那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吗？这个不清楚。裴总，我们被霍氏以强勒索给告了。看来崇礼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正好，20年了，也该让我们父子见一见。霍总，裴家家主裴云天求见。他还敢来见我啊，不气不气，大不了这个杀爹，我们不见了就是。不，我要见，带他来2楼会客室见我。好的。小霍总，我想我们之间有误会，我们并不是故意陷害星野少爷的。我们之间有误会，我们并不是故意陷害星野少爷的。霍崇礼的老毛病又犯了。裴家主，你还不配合我们霍总谈？有什么事情先跟我说吧。我裴家就是再落寞，还没有沦落到让一个小助理在这传话的地步。小霍总，当初我们也是送犬子去火葬场的路上，和酒家的星野少爷撞在一起的，真的不是有意的敲诈勒索。裴家主，我说了，你还不配合我们霍总谈？有什么事情先跟我说吧。还请小霍总高抬贵手，撤诉，让犬子尽快入土为安。为此，我们愿意拿出一些赔偿。你说误会就是误会啊，有的人长得人模人样的，世界上早就良心梗废了。看来小霍总还是太年轻啊，这御下的手段太差。今天我就替你来好好教教他。你要敢动他一根手指，我让你离不开霍氏。你敢
说话，你不知道我是……我这么和你说话，怎么了？你又不是我爹，我还得顺着你啊。何况我亲爹早就死了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霍崇礼怎么嘴皮子突然变得这么利索了？看来见到渣爹的后劲够大呀！看来崇礼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小霍总，我裴云天好歹年长你一些，就算是我裴家比不上你们霍氏，你跟我说话好歹客气一点嘛。你也知道自己不过是南城的一个三流家族，既然实力不如别人，就该学会低头。如果不会，我不介意教你。这，小霍总教训的是裴某我唐突了，那孩子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和平解决了。裴家主这见风使舵的本领，可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啊！所以，我决定。你决定撤诉了？我决定全面制裁裴家，但凡跟裴家有公司合作，如果不终止合作关系，全行业封杀。你赶出去！裴家主，请吧。哎，你刚刚怎么不结巴啦？你刚刚怎么不结巴啦？我刚刚看到那个老邓想对你动粗，就脱口而出了。可以呀，这渣爹的威力是大，不过你刚刚的话不够狠，更不够扎心。对付裴云天这种人渣中的人渣，你就应该狠狠地问候他祖宗18代。对不起，我忘了，他祖宗也是你祖宗啊。没关系。对了，我教你骂人吧。啊？走。当当当！小温的毒舌小课堂开课啦！首先，骂人呢也是有技巧的，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，不接他的话，不顺着他的话思考。这位同学，请认真听讲。那么骂人具体有什么方法呢？没错，骂人也是有公式的。主语加亲戚加身体器官。For example， 你的脸皮比你太医的蛋皮都可差，比你二特老爷发了脓的甲沟炎还要膈应人。这么讲话会不会有点太粗俗了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把脏话说出口，嘴巴才会干净；把脏话咽下去，心就脏了，明白不？所以在骂人的时候，我们要以妈为中心，以亲戚为半径，以爹为辅助，以祖宗为目的，以祖坟为归途。来，我们实践一下。我说不出口。你那渣爹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怎么又开始结巴了？有什么说不出口的？来，跟我念你的脸比你太爷爷蛋皮儿。蛋，哎呀，我说不出口。不是，这有什么好说不出口的？你瞅瞅你这磕碜样子，还骂人呢！你出去能被别人给笑死。自己多练习吧你。对了，你可以多练练绕口令。小货呀！
小兔崽子，我可是他亲爹，他居然敢把我给干死！行了，正好证明霍崇礼没认出你，还是赶紧想想办法，让儿子入土为安。你不是说让儿子进霍家祖坟吗？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让儿子进霍家的祖坟，那谈何容易啊！我不管，咱儿子也是你们霍家的种，怎么就不能进霍家祖坟？行，我想想办法。哦，对了，我爸假死跟我见我爸的事，先不要告诉我妈。哦，什么事不能让我知道啊？那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看到你们回来了，出门迎迎你们呀。对了，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哎，没什么，夫人，就是小霍总向我表白了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我可是很有职业素养的，我绝对不会在工作期间搞办公室恋爱的。楚理真的向你表白了？其实办公室恋情也不是不可以。还是不要了吧。我跟你说啊，都不知道他跟我表白什么。夫人，您派出去找老爷的人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有江涛的消息了吗？我江涛，我找了你整整15年了，我一直没有放弃。我江涛，你到底死哪儿去了？妈，别找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不，他没有死，我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他是不会离开我的。恋爱脑没治了。你倒是劝劝我妈吧。我怎么劝？这是你们的家事。我不管，劝不好，我就把你扔后尘未了。怎么这么没人的？成交，50万就50万，赶紧劝劝我妈。我只想要5万来着。小霍总果然财大气粗。夫人，我觉得老爷他有可能已经跟小三私奔了。夫人，我不是想说这个意思，就是你想啊，你已经找他整整15年了，如果他没死的话，他为什么不回来找你呢？那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已经死了，2是他不爱你了。不，江涛不是这种人，他是爱我的。我没招了。我不管，我这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。夫人啊，我最近看着一个直播间，感觉还挺不错的，你看看呢？王玉你好，我1个月2万，老婆全职带孩子，我每个月给她1800。我在外面包养了一个女大学生怀孕了，现在被她发现了，她要离婚，怎样才能把2个孩子给她，还不让她分我的财产？现在怎么还有这种男人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还好，崇礼他爸不是这样的人。夫人，早。夫人，你干嘛了？你怎么黑眼圈这么重啊？你说的对，有时候不能赌男人的真心。霍江涛失踪了15年，如果他活着，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来找我，那说明心里早都迷糊了。如果他死了，我为他守了15年的寡，
也够仁至义尽。怎么突然就凶？夫人，你该不会看了一晚上的普法直播间吧？快去换衣服，跟我出门。去哪儿？去跟霍江涛这个。难道沈玉娇已经知道霍江涛假死了吗？我曾经给霍江涛立了一个没有名字的碑墓，这次来就想跟他彻底告个别。我守了霍家15年，也该为自己活一次了。我霍家的墓地怎么会有外人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嫂，你已经重来了。老公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最好给我一个完美解释。怎么会有外人撞在我们霍家的墓地？大嫂，这是星野酒驾撞人的受害者家属，虽然是个误会，但是毕竟人死了嘛，死者为大，所以你们就把我霍家的墓地给人家了？大嫂是这样，这块墓地它不是我的吗？是我答应赔给裴先生的，您就别管了。哼，说得好听，还不是想让裴云天的私生子死后认祖归宗。大嫂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星野醉驾撞人他不对，这裴先生不跟咱计较，咱得感恩不是吗？你是啊，大嫂，我们自作主张也是怕你不答应。对了，你回去赶紧让崇礼撤诉，我们不打算追究了。对，霍家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俩说了算了？两位，请节哀。这是我霍家的墓地，我不答应，不管里面是谁的骨，请你们立刻移走。你不答应？你凭什么不答应？我儿子也是。请问，霍夫人，孩子醉驾撞人的事情，我已经和霍江平先生达成了和解协议。哎，是，这块墓地也是给孩子的一个赔偿，我还请您能够高抬贵手，让孩子尽快入土为安吧。玉娇，教导。霍夫人，我听闻你丈夫失踪了10几年，我理解你没有男人的空虚寂寞，但你也不能下贱，看见个男人就想勾引。我还在这儿。夫人，快过去给这个整人怪一巴掌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误会了，我刚才是想打他来着。敢打我老公！没事吧？裴家，好不要脸，敲诈不成就成误会，现在还敢明目张胆来抢我霍家的墓地。你们裴家原来不是南城豪门吗？怎么现在连块墓地都买不起了吗？沈玉娇，我今天要杀了你！哎呀，大嫂，您说话何必这么难听呢？人家裴夫人已经没了儿子，又何必给人家再捅刀子呢？这么心疼别人家的儿子，那你去给他们当儿子去啊！我们霍家的事儿，你一个臭助理，这插什么嘴啊你？你嘴巴都能喷粪了，我还不能插嘴了呀？大嫂，你管不管？小云说的有错，他一个外人都知道帮我，而你们身为霍家人，却帮着外人来算计我，你们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霍夫人，霍先生之所以补偿我们，
是因为我知道你丈夫的消息，你也不想错过你丈夫的下落。作为交换，我告诉你丈夫的下落，你跟儿子撤诉，并让我儿子葬在这。书里写过，今晚一直用霍江涛的假消息骗得沈玉娇团团转，最后知道真相的沈玉娇一病不起。这该死的恋爱脑，我又上当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想知道。臭男人而已，失踪的这么久，说不定早就死了。不可能，你这么多年花重金，不就是为了知道你丈夫的踪迹，怎么可能不在意？那些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吧。看来昨晚的古法直播间，沈玉娇没白看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派人来募人，我霍家的墓地被人占了，来人把人清楚。你敢动我儿子一下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玉娇，大胆！夫人的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。裴先生，男女有别，尊卑有序。下次如果再敢乱叫，让你裴家要难惩处你。霍夫人，对不起，是裴某唐突了。大嫂，您就别说气话了。我知道您对大哥一直念念不忘，这好不容易有了大哥的消息，您就答应裴夫人吧。哦，这么会开话题，那怎么把你自己送给裴云天呢？你乱讲什么？哟，怎么我说错了？还是说你跟裴云天本来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就是儿子死了吗？大不了就再生一个呗。还是说裴夫人已经生不出来了？你放屁！你才不能生！哎呀，大嫂，你到底管不管呢？这都爬到我们头上拉屎了！喂，老儿子，我这个人呢还是很有素质的，就算你想吃，我也不可能随地大小便。哎，老儿子，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大方呀？你明明都知道你儿子酒驾的事情是个局，还愿意送钱送相，现在还要把自己的墓地给让出去。那我要是说想让你夫人把你的股份全部让给我，你应该也是不会拒绝我的吧？哦，谢谢老二总。夫人，老总说他把在霍家的股份全部都让给我。哎，大嫂，你可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我可没答应他。夫人，哎，你们敢！霍夫人，有话我们好好说嘛。大嫂，大嫂，有什么要求好商量，别动手啊！让着，不要！儿子，儿子，不要！儿子。水天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？你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儿死了也不能安。我真是天道酬勤。不过我记得原文里裴云天和霍江平是偷偷把私生子埋进霍家酒坟的。这一次撞击，难保他们下次再偷偷把人埋进去。夫人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偷偷再把人埋进去？没有毛病吧？干嘛非得把自己的儿子埋进别人的祖坟？
有什么规矩？夫人，我们不如把这块墓地卖给，我们还可以顺便赚点好处。这是我们霍家的墓地，你个外人算怎么回事？哦，夫人，虽然你已经老了，但是你仍然风韵犹存啊。再说了，万一你以后二婚，肯定不会埋这儿。你和霍儿也跟李总关系很新公主的，这一他们真叫什么另外家人，我们都有一起收回在我们所有。说，你去跟他们说。你是来看笑话的吧？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刚刚已经劝过霍夫人，她已经同意将你们的裴少爷埋进霍家的祖坟了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旗下有一个奢侈品品牌，我们夫人会平等。尽管名下那个奢侈品品牌2年后被一个明星带火，一跃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奢侈品品牌，这么赚钱的一个举报案，可不能落在这一堆狗男女手里。好，只要你马上准备转让合同，我们裴夫人立马就让少爷入土为安。王律师，还我你一份品牌协议转让书，立刻送。你要干嘛？我想问你，我知道你的秘密。他就是你的亲大哥，何夫人的丈夫霍江涛，对不对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装了，当初他转移霍家资产，出轨秦婉小三的时候，你们才刚刚相认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你就别管了。但是如果霍崇礼知道了你们和裴总的计划，他的手段你们可是知道的。说吧，你怎么才能闭嘴？我想要你们在霍氏的原始股份。现在我全家老小都知道这整。老二总，别着急拒绝嘛。其实我是裴总安插在霍崇礼身边的卧底，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，是为了取得霍崇礼的信任。裴总完全的掌握了霍氏集团，到时候你们想要股份，还怕他不分给你们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们凭什么相信？骗你死全家，反正死的也是温家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什么了？该不会是感冒了吧？我去让王妈陈汤去。好，我们这就安排人把股份转给你。哦，对了，我的身份，请二位务必要保密，在霍家也要装出一副跟我就是不对付的样子，避免引起霍崇礼的怀疑。这是秦婉的品牌转让合同，这是霍尔爷、霍小波的股份转让合同。他们就这么同意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夫人，这你就别管了，赶紧签字，免得他们反悔。
现在我儿子可以下葬了吗？立刻请明星代言这个奢侈品。为什么？我听说这个奢侈品牌一直不温不火，有必要继续投入的价值吗？夫人，你就相信我吧，这个品牌啊，后面一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的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。夫人，我们回去吧。对了，小英，回头把你的证件给管家一下，说好给你上7险2金，还没给你上。可是我的证件好像都还在温检，那我回去取一下。行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谢谢夫人。像是霍家的车，他怎么来这儿？谢谢王秘书。温莹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还敢回来？姐姐，我知道爸爸妈妈和哥哥都护着我，你生气了，我给你道歉。是我太贪心了，想要独占他们的爱。你要怨就怨我吧，你不要再惹爸爸妈妈生气了。宁宁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就是啊，他算我什么东西？他也配得上你的道歉？好了，乖。你们脑子是不是都有泡啊？我听你说话真闹心，我腿肚子都抽筋。你居然敢这么说我们？是，我们是为了宁宁设计你，但是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粗俗又无理，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敢顶撞，你哪点比得上宁宁？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喜欢一个人是无法强求的，就像有些人是使命，放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不管，把一个外人当宝贝，这种事情也是人能做得出来的。我忘了，你们也算是人。你不是这个你来打！我保证你这一巴掌下去，明天就会上头条，让所有的豪门世家都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的。姐姐，你就别再惹爸爸生气了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早就是了。妈妈能做你们22年的女儿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疼爱，我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。宁宁，你就是妈的女儿，谁也不能赶走。这张卡里有50万，拿着钱滚！滚！你也看到了，你在这个家里谁也不开心。现在搬出去，我们还承认你是温家千金。才50万就想让我搬出去？你可是温家的第一继承人，没有100万，我是不会搬。好，我再给你转50万。刚才的50万不算啊。好，我给你转。您的账户到账100万元，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啊，走？
走去哪儿？你们又没给我买房子，难道我去睡大街呀？不是，我刚给了你150万。我不也给了你一样东西吗？啥？一个教训！你可是温家第1继承人，这么轻易就被别人骗走了150万，我对温家的未来很担忧啊！你这样做只会让我们更加的恨你。你要是还想让我们原谅你，现在就拿着钱，赶紧给我滚！宁宁，你也不能怪我们偏心宁宁，豪门规矩多，你在外边也惯了，到时候丢的可是我们温家人的脸面呀。是啊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再看看宁宁，你拿什么跟宁宁比？还敢跟她争？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？对，我不配，你配，你什么都配。你既然这么能配，你怎么不去养猪场配猪呢？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们都没有。温宁她从小占的是我的身份，她能变成如今的豪门千金，是抢的我的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才是她的归宿。你们这群没脑子的蠢货，还把人家当宝贝。哎，没事，你们多去看看那个丽丽帮忙调解节目吧。亲生的都养不熟，还指望一个劣质机密？不会吧？等以后你们被她害死，要饭要到我门口的时候，就放狗，咬死你们这群傻逼！魏莹，你给我闭嘴！一嘴50万，给钱就逼。不是，你掉钱眼里了。你掉屎里，我也没嫌弃你呀。放屁！你说一句我好解脱。哦，对了，你也是一坨，你们这个家就是个粪坑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个事情嘛，他说来就话长了。当初我还是一个卵子的时候，我还在你身体里。行，你今天到底要干什么？回来拿证件和银行卡。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回来的时候拿东西了？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一个背包，你们之前来接我的时候，我放车上了。我知道，司机我说给我打过电话了，我以为是破烂，就让他扔了。姐姐，当时王叔给我拍过照，我看那个背包都破了，所以我才……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，明天早晨之前把包给我找回来，否则别怪我扰得你们不得安宁。不就一个包嘛，丢了就丢了。你再给我多说一句，信不信我把你牙给你掰下来？长得跟个鸡狗宝似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不就是一个包吗？我安排人给你找。等等，又要干嘛？我回家了，我今晚上住哪儿？喂，嘿，喂，冷暴力我是吧？好，那我就祝你们今夜好眠。大晚上的睡觉什么呀？姐姐，你怎么在我的房间？什么你的房间啊？这明明是我的房间。可是这个房间我住了20几年，早就住惯了。抢走了别人的东西20几年，难道不应该还回来吗？姐姐说的对，这个房间确实本来就是姐姐的，是我霸占了。我这就走。别看了呗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装什么聊斋呀？哇哦，这么多奢侈品和名牌包包，看来温宁还真是温家的掌上明珠呀。
魏瑶，魏瑶，魏瑶，我是不是警告过你，不准欺负宁宁？可是我没听你的警告啊！哎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的身份只是温家的养女，宁宁才是温家的千金。那又怎么样？不高兴？那你来打我呀！温瑶，你要想要钱，就给我安分点，别抢宁宁的房间，否则我保证你不会从温家拿走1分钱。原来是想用钱来要挟我呀，大哥，你似乎忘记我是怎么长大的了。我有手有脚，我可以靠自己养活我自己。实在活不起，我还可以顶着温家大小姐的名头去要饭呀。你不要脸！你要脸！你要脸！你觊觎自己的养妹，下贱！他怎么知道？放屁！哇哦，这么着急辩解，看来是被我说中了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维护温宁呢？原来他是你的小心肝呀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要再敢乱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被我戳破他的小心思，就落荒而逃了。不过好像温老登和他妈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那就让我来帮他捅破这层窗纸吧。妈，先别晕，是我。你有病啊！大半夜发什么疯？我是想来问问你们吃不吃薯条，这么激动干嘛呀？你是不是疯了你？我今天跟你拼了！哎，爸，先别打，有瓜。好，你今天要跟我说不出点事来，天王老子担了心救不了你。大哥暗恋我你，这不可能！是真的，我亲眼看见大哥偷拿温宁的内衣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去搜啊。走。去买，开门！文旭白！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就别进来了，我怕你栽赃你大哥。啊！你也出去。还挺谨慎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你最好给我个解释啊！你家门不幸哎！看吧，被我说中了吧？这下怎么可能说我在陷害他了吧？好了，今天太晚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哎，走。晚安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哎，爸妈，早上好。宁宁，你毕竟也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这家里还有男人，你住在这里也不方便。不行，我给你买一套房，你搬出去吧。妈，你在说什么？妈，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，所以你才要赶我走？妈，为什么要把宁宁赶出去？是不是魏莹那个疯女人跟你说什么？我不管魏莹她说什么。你们要是赶走宁宁的话，那把我也赶走吧。怎么跟你妈说话的？这也是我的决定。爸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呀，一大早上这么热闹呢？魏莹，你是不是和爸妈说什么了？要不然爸妈为什么要把宁宁赶回去啊？我说什么了？再说了，既然我都回来了，那温宁也该回到自己爸爸妈妈身边了呀。
这是好事儿。放屁！宁宁的亲生母亲早就病死了，宁宁的亲生父亲是个烂赌鬼，你现在让他回去，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？哟，你还知道那是火坑呢？我在那火坑里待了20几年。你哥哥，你别跟姐姐吵架了，说到底你们才是一家人。我先走了，哥哥、妈，你们保重。爸妈，我不管这个女人和你们说了什么，总之宁宁不能走。看你把这个家搅的！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霍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温家好大的胆子，连我霍崇礼的人都敢动！我靠，都是误会啊！温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疼她还来不及呢。最好如此。霍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回家。我妈说你在这儿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我包呢？也都在。那就走吧。拜拜。嘿，温莹真攀上霍崇礼这棵大树了。那个，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？目的的事我都知道了。我已经派人把那建筑的骨灰挖出来，冲进下水道。还有，你敲诈的奢侈品公司，按你说的果然爆，你做的很不错。谢谢霍总夸奖。那我有什么小奖励呀？奢侈品公司的股份赢1%，合同已经出来了，现在账就能生效。才1%呀！你知道这1%每年的分红是多少吗？你还嫌弃什么？你嫌弃可以不要。蚊子再小也是肉嘛，我毕竟不像霍总这样日进斗金。对了，你回去之后还要帮我应付我2叔跟小姑。怎么了？是因为车祸的事情他们还在闹吗？我把霍星野送去了国外，让他自生自灭，我2叔自然不愿意。好，不愧是书中第一大反派呀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呀。大嫂，星爷也是你侄子呀，就算我没教好他，我以后好好教就是了。那崇礼也不能把人给弄到国外去呀。是啊，大嫂，这把人扔国外也就算了，这还不告诉我们在哪？万一星野在国外有点啥事儿，可咋办？哎呦，大嫂，你跟崇礼好好说说，把星爷给接回来。我保证以后好好的管教他。崇礼，他们说你把星野送到国外去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妈，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，做错的事情就该接受惩罚。可是夫人，2少爷想害死霍总，霍总呢只不过给他一个小小教训，放心吧，没事。要教训，在国内教训就好了，干嘛非得送出国呀？
大嫂说的对呀，我听说宫里把星野的卡都停了，这是要星野死啊！崇礼呀，星爷也是中了别人的圈套了，你就忍心你二叔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呢？你崇礼，小姑没求过你什么，你放过星野好不好？我崇礼，你到底把你爷弟弟接不接回来？你是不是要逼死我全家？今天你要不接回来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够了！你有本事你现在就抹脖子！你一个男人跟个女人似的，一哭二闹三上吊。你以为你拿字卡就能威胁我们呀？你有本事现在，只要你一死，我马上就告诉你，让你老婆改嫁，再收回你所有的财产。还有你，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就是一颗老鼠屎！你已经嫁出去了，你还没事就回娘家找事儿。你光知道让霍总放过二少爷，怎么就不知道让二少爷做个人呢？你什么你，我什么我？双标是被你玩的明明白白的。我看你就是太闲了。你要实在没事，你给你老婆找个小老头呗，然后你伺候那小老婆去坐月子，那不就有事做了？我记得原书中霍江四老公好像真的出轨了。你一个助理，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，反了你了！夫人，我不过是看不惯他们欺负你们孤儿寡母，所以忍不住说了几句公道话，没想到他就要打我。这事儿啊，我管不了。我相信崇礼做事自有分寸。哎呀，大嫂，邓哥，别让我找人把你们丢出去。看着你。等一下，凉凉，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。你没告诉他我的身份。他是大哥安插在霍崇礼身边的我。那他刚才还野生计，他之所以这么对我们呢，就是想获得霍崇礼的信任。既然是大哥的人，你想办法把这个放在霍崇礼的饮食里。这是什么？毒药？这你别管，照做就是。这也是大哥让做。好家伙，我毒还不是死呢！裴云天这是要赌气跳墙的呀，不能任由他这样胡来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不过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？什么事情？就是啊，裴总好像在利用我。你别瞎说，他可是我的亲大哥，怎么可能利用我们？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你到底握了几个底？我好心提醒你们，你们居然还不相信我！我问你们，当初他转移霍家财产、绑架亲儿子、勒索高价赎金的时候，有没有联系过你们？你们可是他的亲弟弟、亲妹妹呀！他居然一分钱也没想留给你们。要不是夫人两家力挽狂澜，你们俩现在指不定还在哪要饭呢。对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啊。裴总他消失了整整15年，他现在突然出现，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吗？别瞎说，大哥说他失忆了。哦，对，要不说你们傻呢，被别人卖了，还帮着别人数钱呀。他那个儿子也就比霍总小几个月吧，一看就是早就出轨了。这种鬼话也就你还信吧？你也不信对不对？你儿子不是被霍崇礼丢到国外去了吗？你让裴总把你儿子偷偷接回来呗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他不会都办不到吧？好，我现在就找他去。如果他连这点要求都不答应，那说明他心里边真的是不管我们的死活呀。回去就让霍崇礼把霍心怡丢到谁也找不到地方，到时候明天没办法，我将你叫成兄弟反目。嘿嘿。
对了，夫人，你老公好像出轨了。你放屁！我看你就是个搅屎棍，最近找过离间我们。你别着急骂你自己呀，你老公出轨对象是你家保姆的女儿，你好像资助她上了大学，她被渣男欺骗生下的那个孩子是你老公的哟。不可能，我老公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回去做个亲子鉴定不就行了？让我们收工。你这一手挑拨离间，到时候那炉火纯青啊！副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是不来，岂不是错过了一场好戏？嗨，我这不也是为了帮霍总吗？为什么要挑拨和离间我二叔和小姑？你知不知道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？霍总，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我就是想给裴云天制造一点点小麻烦，要是能拉拢老二叔和小姑固然是好的，要是拉拢不成功，让他们离心离德也是好的。霍总，这么一直盯着我看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一包药就没怎么处理。这个我自有妙用。那个奢侈品牌居然火了！沈云娇那个贱人给我赚多少钱？那本该是我的。行了，现在说什么不都晚了吗？我不管，我要沈云娇那个贱人死，我要拿走霍家的一切。别担心，我已经让霍江西去给崇礼下药了。只要崇礼病危，我就能名正言顺的去接管霍氏。最好如此。大哥，不好了呀！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要让崇礼知道了怎么办？大哥，谁也让霍崇礼给扔到国外去了，把星星给找回来。你慌什么啊？在国外他又死不了。现在可是我们接管霍氏最关键的时刻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可就是一个儿子啊！我行了行了，别哭鸡尿嚎的了，我安排人去找他就行了。哥哥，你一定要把我找回来。多事之秋啊！现在裴氏亏损越来越厉害。简单，我去找沈云秋借他。你可别乱来啊！要让他知道我们骗了他，他非撕碎了我们不可。放心，我心里有。夫人，裴夫人过来拜访。裴夫人，我和她没什么交集，难道又是因为墓地的事？夫人，那我叫人回了她。算了，让她进来吧。霍夫人，不好意思，我姓沈，不惯复姓，你可以叫我沈夫人或沈玉娇。裴夫人今日登门，有何贵干？沈女士，怎么不请我坐下吗？这可不是霍家的待客之道。沈女士，我这儿有一些你丈夫的消息，不知道你是否感兴趣？上次不是说了，沈女士，别急着拒绝。不仅仅有你丈夫的下落，还有你丈夫的失踪，儿子被绑架的隐情。说，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隐情？到底藏着什么隐情？沈女士，你之前不是说对丈夫的消息不感兴趣吗？如今怎会如此失色？什么条件？说吧。沈女士就是聪明，一点就透。我要拿回
之前转给你的奢侈品品牌。可以，沈女士别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我还要你们霍氏集团的无人机专利技术和 AI 底层源代码。什么？不可能，奢侈品牌可以给你，霍氏的东西你想都别想。沈女士，话别说的这么绝了。我相信这条消息价值千万，现在就看你的诚意。如果我不答应，那就买卖不在，人已散。既然沈女士对当年绑架案的幕后消息不感兴趣，那我也不强求。等等，沈女士，这就是当年绑架案幕后全部隐情，这一切都是你丈夫策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离开你。不可能，他不会这么对我，他是爱我的。沈女士，认清现实，你的丈夫早就不爱你，他甚至连和你生的儿子都不爱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当初他原本计划是要把你儿子撕票的，但是你儿子运气好，自己跑了。不，你别说了。沈女士，你的丈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。告诉我，霍江涛他人现在在哪里？沈女士，先不要激动，咱们是不是先把合同履行？现在立刻拟一份奢侈品牌和无人机专利技术的转让协议。可是夫人，奢侈品牌现在正是赚钱的时候。现在就送来。是。沈玉娇也有今天。现在你能告诉我那个人渣现在在哪里了吗？妈，为什么要把奢侈品品牌跟无人机专利技术给转让出去？钟离，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钟离，你爸骗了我们，他骗得我们好苦啊！妈，夫人，你都知道了。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妈，夫人，我们之前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怕你一时接受不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是怎么知道那个死渣男还没死啊？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？是裴云天的夫人秦婉来了，就是他把你爸的消息卖给了我。原来是他，好大的胆子！怎么回事？他是不是骗了妈？她就是霍江涛出轨的那个女人。裴云天就是。没错，裴云天就是整容后的霍江涛。这个贱人，他竟然跟我说霍江涛在国外。看来裴氏集团快撑不住了。小颖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夫人，今晚他之所以冒险过来告诉你当初绑架案的真相，却又骗你说霍江涛人还在国外，他无非就是想过来骗点钱救裴家。妈，裴家早就外强中干了，他裴云天之所以这么多年突然冒头，就是想接管我们霍氏。霍星野救家助人，也是他安排的手笔。他们妄想。当年他掏空霍氏，卷款跑路，是我们娘俩好不容易把霍氏拉起来，现在他又回来占便宜，他真当我们娘俩好欺负吗？本来还想再多留他们一些时日，等他们一心求死，然后便成全他们。干他！这对狗男女，我一定让他碎尸万段！好，干他！你们别看我呀，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我就不掺和了吧。魏莹，你鬼点子最多，
你说说该怎么对付裴家？别把我想那么坏呀，我能有什么好主意呀？哎，好吧好吧，也是到收网的时候了。我们可以。这行吗？放心吧，我这一招啊叫做引蛇出洞。只要呢我们对外宣布小霍总病危的消息，那么裴云天他们肯定会急不可耐的跳出来，而且我一定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到时候我让老二总把这包药下给裴云天他们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这叫双重保险，他们想不死都不行。这会不会太残忍了？夫人，不要妇人之仁。他们当初害你们的时候，有心慈手软吗？要不怎么说还是你坏呢？霍总，真是分不清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？你就当我是夸你的，你放手去做，我全力支持。什么意思？项目活动经费呀，总不能让我贴钱帮你们办事吧？财迷。这是我的副卡，额度无上限，你随便花。谢谢霍总，我保证让你那个渣爹死无葬身之地。哎，不会说话就少说话，去吧。这找我这么急干嘛呀？郝总，我想问问裴云天帮你找回后心眼了吗？真没去，他根本就没去，这个混蛋！亏我还把他当做亲大哥呀，他根本就不管我的死活呀！怎么样？我就说我没骗你吧，这个裴云天啊，他肯定是在利用你们。那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小英啊，求求你帮帮我！我之前为了裴云天，可把崇礼给得罪死了，我现在两头不是人呢。简单，让你现在开始弃暗投明，和霍崇礼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我相信，以你们叔侄的关系，他是不会不管你的。这能行？这崇礼还会认我这个二叔？放心吧，我们可不会像裴云天那么黑的。我们？你不是裴云天的人呐？聪明，你坑我呀你！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什么是坑你啊？我明明是在帮你，跟裴云天混是没有前途的。哎呀，算了，反正裴云天也是在利用我们，利用完也就拉倒了。可是我之前做了这么多错事，崇礼他能原谅我吗？哎，放心吧。不过你要拿投名状不是吗？投名状？这不是霍江寄给你的吗？你给我干嘛？你没有给崇礼下，你打算干嘛？我想让你把这包药下给裴云天，我想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？不，这可是我亲大哥。再说了，说么吓人的话，我也没钱呢。喂，不是吧？你好歹也是霍氏集团的老二总，怎么可能会没钱呢？哎呀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之前被崇礼给贬到了分公司，就是个空架子而已，每年就只有几千万的分红啊，这只够维持家用，没钱。好，比我还黑是吧？支付宝到账50万元，就50万呐？也太少了吧！这就收买个保姆，你还想多少钱？算了，我试试吧。不过我得找你要啊。我真的试试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不会吃死人吧？裴云天给的，你想知道啊？问他去呗。大哥，霍崇礼病危了。你说什么？崇礼病危了？消息可靠吗？
当然可靠了，正在抢救呢。不过还没放出消息来。大哥，还是你厉害啊，大手笔。你可别乱说啊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哎，大哥，不是你让霍江西给霍崇礼和沈玉娇下的药啊？你有证据吗？那是霍江西他个人行为，我根本没有让他去给崇礼下毒。别乱说。这么快就想和我们撇清关系？大哥呀，大哥，要论心狠手辣，还得是你呀。先生、夫人，参汤好了。大哥，别怪弟弟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把路走绝了。我可不想当你们的炮灰。是到该收割的时候。走，拿回我们的一切。儿子，儿子，你怎么样了，儿子？裴先生，你哭错坟了吧？你的儿子不是在霍家的墓地埋着吗？玉娇，是我呀，我是霍江涛。咱儿子现在怎么样了？裴家主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敢冒充我亡夫？你们裴家是欺负我们霍家没人了吗？玉娇，真的是我是霍江涛。咱们上大学那时候，你最喜欢学校2号餐厅的西红柿炖牛腩，还有你最讨厌的石楠花，这些真的都忘了吗？你真的是江涛？千真万确。江涛，你混蛋！多年在哪去了？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不得不说，夫人的演技真好。你敢打我老公？玉娇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先别激动。这个贱人为什么叫你老公？今天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，不然我让你们2个走不出医院。玉娇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是不是他勾引的你？这个贱人，你敢抢我的老公，我今天非死了你不可！哎呀，夫人，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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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夫人，先别急，我们先听先生解释一下再说吧。贱人，沈玉娇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实话告诉你，不是我勾引的你男人，是江涛不要你的。我江涛，今天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刚不是正想给你解释了吗？你能不能先别激动啊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解释出什么花来。玉娇，我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来找你，也是有苦衷的。当年我跳崖没有自杀成，是秦婉的救了我，我也因此失忆了，所以才跟他在一起的。又是如此烂俗的理由。如果沈玉娇不知道真相，说不定还真被他蒙过去。我这不是刚刚恢复记忆吗？我就迫不及待的来找你了。编，接着编。玉娇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要骗你，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早就该不得好死。我问问你，你那个死去的儿子只比崇礼小几个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别告诉我，那个儿子不是你亲儿子。你跟他废什么话？你没看他在耍你吗？他肯定早就已经知道真相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来接管霍氏集团的。你们接管霍氏，凭什么？就凭霍崇礼那个杂种，马上就快死了。凭江涛是霍家的家主。你是个贱人，还敢打我！你再敢说我儿子一句坏话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公，你
你说句话呀！玉娇，闭嘴！你现在也配叫我玉娇？玉娇，我真的只是想问问咱儿子现在怎么样了，他严不严重啊？霍江涛，你就这么盼着崇礼死啊？然后好以霍家主的身份接管霍氏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崇礼他也是我的儿子呀。呸！你还知道崇礼是你的儿子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看上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？你够了啊，沈玉娇！我只是关心我的儿子，我只是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，有没有事儿。放心，死不了。怎么可能？裴总听到这个消息，好像很意外呀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，裴总对自己下的药也产生了怀疑吗？霍江涛，你敢给我儿子下毒，我跟你拼！哎呀！够了！我警告你啊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，别在这儿乱说话。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！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行了啊，我现在就要去看我的儿子，别拦着我！不行，霍总现在病危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拦着我？滚开！那我呢？我能不能拦住你，裴家主？玉娇，玉娇，崇礼他也是我的儿子呀！我去看看他，这天经地义呀！我看他们就是故意想拖延时间。我看霍崇礼估计早就快不行了。大嫂，崇礼他到底怎么样了？总该让我们看一眼吧？不是万一啊，万一崇礼真的不行，这霍家不能一日无主啊！再说了，大哥也已经回来了，是不是？霍江平，你胆子现在越来越大了，连我的主都敢做了。行了啊，沈玉娇，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，我就要去看看我的儿子。你要是再敢拦着我，别逼我对你动粗。有种，你连我一起杀！今天我们就看看霍崇礼那个杂种到底死没死。滚开！夫人。霍崇礼，你没死？你这贱人没死，我怎么敢死？是怎么回事？霍江江，你不是说霍崇礼病危了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质问我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和大嫂他们给你们设的局。霍江平，我可是你亲哥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我呸！霍江涛，你也配说我们是一家人？想当初，你跟秦婉这个贱人卷钱跑的时候啊，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霍氏集团就要倒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哎呦，这么多年你一直利用我，你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霍江平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不把你当大哥了，但大嫂永远是我大嫂。霍江涛，怎么样？众叛亲离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们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要怎么处置你们呢？我的父亲。崇礼，我是你的父亲呀！当初你被绑架，还是我去救的你。是吗？真的是为了救我吗？还是让我跑进林子里迷路？当初也不是我想这样子的，我一直都深爱着你，还有妈妈的。是秦婉，是秦婉这个贱人，她勾引我的。霍江涛，你个渣男！你忘了当年是谁主动爬上老娘的床的？现在想甩锅给我，晚了。你以为霍崇礼和沈玉娇会原谅你吗？崇礼，我可是你爸呀！放心，
我可不跟你一样丧心病狂，能做出弑父的勾当，而且我还会给你养老送终。来人！冲礼！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把他们带进霍家的老宅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踏出半步。我要让他们这对狗男女永远锁死。带走！冲礼！我可是你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！带走！冲礼！唉，又是除恶扬善的一天呐。欢迎。你要去哪？这里已经没有事了，当然是回家喽。不是，怎么还加戏呢？书上没写这一段啊。